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荣老师，钱子的观众大家好，以及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中新一轮的谈判即将在伦敦登场。我们看到白宫是这样讲的，这是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说，有信心达到稀土协议哦。所以外界就说，稀土可能是这一轮谈判的重中之重。还有另外要谈什么呢？美国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跟中国的新一轮谈判不只是讲关税，包括放松出口管制也是重点。美国限制对方的晶片，中国是限制对方的稀土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要放松这2大关键物产的管制是重点。那另外呢，专家就说，北京有一招哦，已经打趴了美国跟其他国家，这是来自于全球风险的这个咨询机构就说了哦，中国大陆这一次哦，用稀土出口来搅乱一池春水，并且施压美国，这个套路哦，很可能被北京复制，应用在高科技供应链的领域哦。可能他们手上还有其他关键的资源，现在不知道哦。如果同样一样画葫芦哦，跟稀土的这个套数一样的话，那可能哦，美国又要伤脑筋了。而另外，美国的商务部部长也加入了谈判，那这透露什么样的玄机呢？新华社的报道是说，这一场这个谈判啊，其实所谓的贸易不平衡是伪命题哦，美方把经贸问题泛安全化才是真结。那大家也都知道呢，关税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可能只是武器哦，它的目的哦，从来都不是这个所谓的安全啦哦，或者所谓的这个关税。那另外我们看到习近平据说啦在6月5号那一场2个人的通话里头，他有对川普提出一些警告，说是不要让鹰派对华的鹰派破坏中美的关系。那我们看到，这是华府的智库学者孙运就讲中国向川普传递的信息是管住你的鹰派这个责任是在最高的领导人，也就是川普身上如果你想要保持美中之间有良好的关系的话，就不要让你的内阁成员肆意推动那些疯狂的想法。那到底谁是鹰派呢？可能不止一位啦。可是这一次即将在英国的第2轮谈判里头，美方新增加的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就被视为是对华鹰派的人士，所以那个男人加入了美谈判的这个队伍，那关税施压恐怕是没完没了了吗？这是外界的一些看法跟疑问那所以呢，卢特尼克他是加征关税的倡导者，所以他加入现在中方已经有戒心了，他们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也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那另外呢，在伦敦的谈判里面，是不是暗藏了金融的炸弹呢？包括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讯息这个已经讲很久了，中国打算在伦敦塔旁边盖一个超级大的大使馆那个时候其实新闻都有报道，那白宫就说这有可能会变成国安的破口，所以他也施压要英国不要让他盖因为他是讲如果说你在这附近，因为是金融重镇嘛，你在这边盖这样子的大使馆它会在附近的关键通讯设施变成网络的攻击目标，它可能可以发一些讯号或者是一些网络攻击的一些设施那警告说，这可能会威胁美国、英国情报共享跟贸易谈判。那当然现在消息非常的多，不过中国这一次是派出了副总理何立峰那美国就说英国媒体是说，美国要求英国作为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会议地点其实是有深意的，因为伦敦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金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那外媒就分析，人民币挑战美国主导地位可能有一些金融角力的意味包括什么呢是不是要稳定币救美债，还有包括6月其实美国有6.5兆的美元国债要到期了，而且中国大陆还在减持美债，现在已经退到第3大持有国了。所以美国是不是也要说服中国大陆购买稳定币等新型货币形式来缓解美国债务危机呢？
可能也是谈判里头会被提出来的一点哦。而另外呢，全球经贸转向，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件事情是不是正在发生？我们先来看看哦，因为川普不是打算征收各种各样的关税吗？那美国的航太业就说，我们不需要关税保护，你不用对我们做关税保护，因为美国其实航太业过去70多年来已经享有可观的贸易顺差了。你看他卖飞机，他卖这些这个可能某一些是军工复合体给全世界，他赚了很多钱呐。你现在如果把这些飞机零件也征税的话，那他倒霉啊。所以他们说不用，我们不用关税保护。好，那另外呢，澳洲的贸易部长就说，因为美国这个不合理的关税，所以我们寻求跟其他国家加强贸易关系。好，那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所以现在这个是全世界的主流吗？大家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所以你看到现实生活就会变成这样。在洛杉矶的港口，货运量暴跌，工人没有工作可以做，一片冷清清啊！所以川普的关税政策反复不定，美国经济现在有3大风险，包括失业率升高、消费支出趋缓，大家不敢用钱，还有金融市场的震撼。来，请教聂老师。OK， 我想你刚刚讲最后这个，我先讲一下，就是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它大概是有2个这个倾向，一个呢就是美国。我觉得你可以带领这个整个世界的发展，那我觉得你可以稳定国际的时候，我一定配合你。可是当你打出了关税，损害了全世界的经贸往来的时候，从现实面考量，当然美国自己是在现实面的回力球，让它自己产生的产能动能、消费动能，甚至金融市场的动荡。刚刚讲的3个问题，其他的国家一样要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国家的生存利益，当然也就会在不管在贸易往来或者在生存上呢，会去跟别的国家呢做贸易。这是我刚刚听到最后这一块哈。不过我现在拉回来讲这个第一个，我觉得还是一直这个迟迟不决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交易。那这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政治的外交，但是看起来又是一个商业的交易，也就是中国、美国这2边的拉锯。那我觉得这个拉锯非常有趣啊，这是完全是一个我们知道交易是一个双向的哈。基本上呢，你要2边都好，就是川普所用了个字叫 reciprocal， 叫互惠。可是呢，你会发现这2国都不是在互惠，都在互卡了哈。但是那你卡我，我卡你。当然，这川普经过了1.0版，其实中国受过了训练，也学习到了。所以你刚刚讲的说，中国现在可能做得更绝了。也就是说，他们这次打出了一个牌，叫做奉陪到底嘛哈，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战争。然后他就讲了以牙还牙了。这个以牙还牙，你就会发现。当这个1.0版只听过晶片的时候呢，是美国呢这个逼宫逼这个这逼夺人，造成这个中国呢，其实在晶片上它的科技上的确受到制压，就发现到这个关键材料这么多的关键材料，尤其稀土是中国能够从储量产量到它的加工力都这么强，他这时候发觉他手边有很棒的王牌和筹码了。这时候呢，这2边谈起来就不是这样了。那我们再谈一下国际贸易，其实就是2大类嘛，就是说。当一个国家就是 deficit 的赤字的时候，其实通常用的就是一个国际的贸易障碍来救自己哈。出口的部分呢，就是出口补贴；进口部分就是一个最主要就是关税，还有就是限额。但是你可以通称叫做关税啊，其实关税是个概念，叫做 trade barrier， 就是贸易障碍。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现在光打这个只是解这个缓不济急的所谓的你有赤字啊，你需要一点钱这样的一个救济，就是美国要做的。可是你发现美国在做之前1.0版是。贸易战的外表其实背后是科技战，这是一样的。你不管叫关税战贸易是一样的概念，关税战贸易战的后面还是科技嘛？科技里面就是科技 support 军事、航太等等所有的东西。当然，这里面只要相关的，像现在讲的晶片和稀土2边，就是一个非常明显叫非关税战。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很重要，它就是这2边都拿出一个筹码，它都把它出口管制。那过去是完全一面倒的，美国出口管制就用晶片。他就把它武器化了，各位可以去回想一下，美国用了多少杀手钳，3零1方案或者什么经济这个国际经济这个紧急法案，都在这个克住中国。可是中国现在以牙还牙也来了，所以他的杀手钳就是用稀土开始跟你还省，然后甚至呢跟你在民用地方都抠，那军用的地方那更小心了，所以让这个川普呢有点受不了，所以呢一下讲好话，一下讲坏话，因此这2边都做出了最大的所谓的非关税就是非贸易障碍的所谓的出口的武器化。这时候呢，我觉得呢还要玩下去呢。当然答案很清楚，就是每一次谈判都是形而上，而下面是不是
表面是虚的，实质上又能做多少？我觉得都还在拉锯，也就是我能给你多少，你要给我多少。所以他们现在互有筹码的时候，这两边就更难谈了。当然也每一次都会有一点结果，但每一次都不会有完全的结果，也就是会一直走下去。这实在非常有趣哈。那你刚刚讲到这个债券的部分，说实在，这个会使我回想到哈，在2011年从金融海啸到欧债危机时候。中国呢，从外汇存底1兆、2兆、3兆，到2011年是3兆，2014年4兆，在3兆的时候，他成立了华美华欧基金，当时就在伦敦，就是现在他不是在 Tower of London 嘛，伦敦塔桥开会，他甚至想把他大使馆建筑在他的 Bank Area， 在金融区，他就因为我是伦敦导游啦哈，我对那个地点很熟。那不管怎么说，他当时说我们可以再资助一些，就是我们成立华欧基金来资助你们的时候，很多国家都拍手。说中国今天能够从穷到富开始支援我们，大家就鼓掌。这一次呢又到这个开会，所以中国在伦敦开会是有点底气的哦。所以这次开会，我觉得中国可能也会拿到一些筹码。来，李老师，这样子哦，这个有没有注意？为什么在瑞士开？因为何立峰要到瑞士。为什么要在伦敦开？因为何立峰要到伦敦。什么时候美国这么样子的被动啊？他可是主场了，我在哪里就在哪里，现在我跟着你走，所以从等电话到跟着你走，输赢胜败啊，大概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这一个呢，伦敦大使馆中国大陆在美国伦敦大使馆是准备把当时的制币厂啊，这个谁啊，这个牛顿当厂长的那个制币厂，那个古籍把它买下来要来做，那美国的反对。他的理由你听听看，说因为是在金融中心，然后呢有3个数据中心在旁边，会有安全位。数据要来干扰你，跟空间距离无关，跟技术有关。我在北京就可以干扰你了，不必要在你旁边啦，对吧？是空间。那这个理由是什么？其实只有一个，请各位不要忘记，在全世界各国里面，最大的大使馆都是哪一个国家？美国。美国嘛，可是。这个大使馆会在英国，跟美国最亲密的英国的一个大使馆，是整个英国里面最大的大使馆，区域最大，那个建筑物最漂亮，空间最大，美国怎么受得了呢？所以你别忘了，那斯塔默去白宫访问的时候，这个川普就已经交代了，说你不要给他，你不要给他，理由只有一个。面子面子挂不住。我找不到理由嘛，因为他讲的那个会影响什么，在那里会对金融有影响。我要影响你的金融，跟我盖在哪里有什么相关呢？所以呢，这个都是鬼扯淡哦。事实上，天下呢苦美已久矣啊。那么呢，大家也都找不到什么样好的方法。现在所有美国的一些盟邦的小朋友，现在个个也都蠢蠢欲动啊。不再像以前，美国一声令下，像台湾就跪了，有没有？像台湾这样跪下去的，仅台湾一家，还没找到第2家，而且跪得很彻底那为什么？因为大家发现有人可以挡住，而且发现，美国是可以压制的哦。各位想想看，中美的贸易战这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在18年就已经打了一次，蛮重的。稀土那个时候也有啊。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拿出来当武器啊？因为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怎么玩，而且不敢。很多人都不行哦，美国你要是玩这个武器，他处罚你，他回应你会更大哦，你就会吸手。结果发现怎么样子？这一次里面，显然经过了时间的准备之后，终于把稀土这一个武器给它发挥到了极致了。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不只是这一个。因为最重要的，可能下一节我们会提到的，美国正在焦头烂额之中啊。那么中国大陆呢，也趁这个机会就我以前常常在讲，之所以会有瑞士的会谈，绝对不是先谈好 detail 再来谈，不是上谈的是非常的原则性的东西。也就是说，美国急切的需要这一场会，而中国大陆当然开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谈稀土啦。这个条件一定是最关键中的关键，这个关键是什么？台湾问题。因为美国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开放市场嘛，那么一个开放市场的中国大陆，绝对可以跟美国之间有冲突、有争议都没有关系，
但不能有会爆炸的隐性。而台湾是一个会爆炸的隐性，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警告这个什么样子鹰派有道理了。美国也不断的提醒，这一次也提醒了这个什么，这通话里面也提醒了美国不要被台独恶搞了，你们要是被台独这个什么样子收拾了，或者你们应用的台独会变成中美之间最大的冲突。所以台湾问题可能在伦敦的会谈上面会被搬上台面吗？大中老师，因为其实媒体已经有一些猜测哈，大概有几个议题一定会谈，那至于其他就要看状况啊。第一个是关税一定谈，稀土会谈，出口管制会谈，美债跟汇率有可能会谈。那其他有些像我看有媒体有提到说，中国学生签证，我觉得几率不大，因为主要是这次的对谈的官员，但何立峰加上美国这三角都对。包括 ESTR 格里尔啊，然后当然也包括之前的这个贝森特，那再加上卢特尼克，所以基本上这3个人所负责的领域，大概就是出口管制，因为这个是这个商务部要做的事情，然后还有包括关税一定，然后稀土，我觉得这几个会。至于台湾，我觉得几率会比较低一些。台湾什么时候会？就像是6月5号，2个人。这王介王通电话的时候，我觉得说有，我100%相信。即便是从事后华府或是川普的这个社群媒体未必会提到台湾议题，但我相信，假设我是习近平，我一定会在这个场合里面谈到台湾议题，然后有一些立场的重申。但是在这个6月8号马上就要举行伦敦会谈，我觉得几率会低一些，因为主要是官员的执掌是不同的。但这一次对比于5月12号在瑞士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贸易谈判，我觉得会慢慢进入到深水区，因为就是这个见真刀真枪，很多议题就要去相互的妥协让步。就像刚才所特别提到，很明显从这2月开始，大家会突然很认真的见识到说，中国大陆利用稀土来作为谈判筹码。我看到刚才这个纸卡上特别提到，这就是武器化，而且就是你来我往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因为从川普1.0到拜登到现在，一般来说，感觉美国的优势比较多，在谈判里面，大概就是透过一些科技，透过一些联盟，或透过一些外交的压力，逼迫中国大陆让步。但是稀土其实很明白，这2-3年其实中国大陆是有备而来。怎么说？因为从2023年，如果大家回顾一下新闻，中国大陆就对镓跟锗跟半导体跟汽车有关的祭出出口管制。那去年年底稀土的出口管制条例出土，所以我觉得为了今年川普上任之后，美中第2阶段的这个贸易谈判关税战，其实中国大陆运用稀土成为一个最有效的反制武器，它已经准备很久了。那马上明天可以见到一些初步的成果。我们看到昨天这一幕有人就在猜测川普可能心不在焉，还是怎么回事呢？来看看他昨天登上这空军1号飞机，地点在 New Jersey。他突然滑了一跤你看到他已经高龄79岁了，尽管他身体看起来很好，不过这么滑了一跤大家还是捏了一把冷汗。不过比较有趣的是，跟在他后头的这个国务卿Rubio也滑了一跤，同样在这个登机的这个梯子上面滑一跤过去还有拜登，所以有人就说这空军1号的梯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走上去都会跌倒。好，这是一个插曲不过我们来看看现在美国的加州真的是烽火连天我讲的是包括这个催泪瓦斯好多人上去抗议丢石块跟国民兵或者警察发生了冲突。那这个川普的说法是解放洛杉矶他说我指示国土安全部、国防部长、司法部长要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把洛杉矶从移民入侵中解放出来结束这一场移民暴乱，这是他的定义。他觉得洛杉矶都被移民给攻占了，现在要把它解放，把它救出来。那另外呢，他下令在洛杉矶部署军队大家看呆了，可以这样吗？川普说确保强而有力的法律秩序，
哦，他引用的是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法源叫做动乱法哦。那我们看到呢，川普说这个洛城要派国民兵是要保护移民官员，因为很多人发出质疑嘛，他说没有啦，我们要对付这些抗议者，我是要保护这些移民署的官员哦。那这个让而不是要让国民兵执法。可是你看到这个暴动到第3天哦。警方可射弹可以射击，而且500名的海军陆战队待命部署，光是这几个字你看了就心惊胆跳哦。那我们看到呢，国民兵是步枪已经上了弹夹那我刚刚讲准备部署陆战队，所以 CNN 的记者就观察到了像是这样子的 M4 步枪啊都有配备，而且步枪都装上了弹夹显示里头可能都已经填满了子弹。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讯息出来，的确让当地人觉得很惊慌那全美国人包括民主党的支持者，当然都齐齐以为不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请导播让我们看，这是远景发射这个把从人潮控制弹药来驱散示威人潮，进而转向封锁的101号高速公路的双向车道，导致101号公路以及110号高速公路交汇处交通严重的中断。透过我们的画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真的是乱糟糟的那有很多的抗议者走上街头他们抗议这个川普强烈的用这么这个高强度的一个不管是武力、警力或者是军力要来驱逐这些非法移民所以很多人都上街头来抗议。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抗议活动还有人录到这一段。这是来自于这个当地第7频道电视台发布的一段影片，说是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帕拉蒙附近的国土安全部办公室，然后呢，很多人有看到有人在卸载一箱又一箱、数十箱的弹药，还有非致命型的武器，而且呢，可以从箱子的侧面看到上面有贴易燃标签的坦克。所以就会觉得哇，美国要发生内战了吗？这个感觉上有一点紧张了所以川普到底是在杀鸡儆猴，还是在作秀还是他有什么样的打算？像是他就说抗议活动因为出现了很多这样蒙面的人有些人是戴口罩，所以他说未来呢不允许你在抗议活动中佩戴口罩。那像这一位仁兄他就是把脸蒙起来的人他去参与包括海关跟移民署的突袭之后朝着这些执法人员投石块破坏公物我们也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结果呢，有联邦的远警受伤了，所以 FBI 立刻把他列入头号通缉犯的名单，而且悬赏高达5万美元来征求线索。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至少在加州这个地方草木皆兵这个跟我们过去认识的美国相距甚远。而另外我们看到川普疑似这个影射洛杉矶的示威者拿钱办事说他们是拿钱办事的暴动者，所以很多人也被激怒了，你知道吗？他等于是跟自己的国民来宣战。那边境沙皇霍曼更说如果有一些移民这个执法人员的行动，如果你要干预要干预他，我会逮捕加州州长纽森跟洛杉矶市长巴斯。纽森就很生气呢因为他算是这个民主党的政治明星，他就说你来抓我霍曼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我，所以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上的对立这非常可怕，从民间到官方都一样。而另外我们看到洛杉矶的杀鸡儆猴政治秀，川普为什么要派兵你看到这些国民兵那这个加州州长就说这是刻意的要制造一场危机，洛杉矶的居民说是一场秀闹剧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川马的翻脸大秀，分手擂台现在演到哪里了？两个人看起来好像和缓了一下，可是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几个月不是有一个扳倒特斯拉的活动吗？很多人去这个打这个特斯拉的总部还有车可是看起来活动没有停还在继续那最近马斯克的星链卫星接连坠落，这个是俄罗斯的媒体共青团真理报报道说这个 NASA 已经在调查了，说是从2020年开始
当然卫星会掉，可能技术性的原因，可是过去可能掉个2颗 OK 的，2022年掉了78颗，感觉有点多，2022年掉99颗，2023年掉88颗，好，他觉得这个有点太多了，所以据说现在 NASA 在调查，觉得奇怪。来请教这个李委员，是这样子来看看呢，我想不久以后，加州这个会出现一个新阴谋论，这个而且川普的性格出现的几率，我觉得蛮高。加州之所以成这样子，就是纽森纵容的结果，是民主党出钱，然后来制造的社会动乱，否则他没有办法为他去这合理化的解释。因为现在看得出来，我们大概美国都曾经去过，晓得这个加州的101跟110这2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2条高速公路啊。那这个里面所暴露出来的将会是一个内战。你可以看看啊，他上任来他要做的3件事情，一个是关税，现在搞得焦头烂额，简直不知道怎么收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效力部啊，要去裁减整个联邦政府的开支，结果裁到现在啊，也裁不下去了，而且裁的人被裁掉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来收场。第3个，现在唯一可以以大欺小真的以强凌弱，就是对付移民。移民是弱势嘛，对。然后政府的公权力下去，事实上，你要讨真的是很难讨了。而且以美国的执法，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台湾跟警察打我，在美国打你就打你，要不你随便抓，你赶紧登个狗骨赛啊，他们很凶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唯一可以展现我是认真的在执行我的政策的，而且我真的做给你看的，就是在移民这件事上。那刚好又碰到的是加州，那这个加州里面呢，又有一个纽森跟民主党可以作为他的代罪羔羊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因为他很多荒腔走板的演出。第一个，比如说这一次派出所谓国民警卫队，我们讲的国民军，这是1965年以来总统没有经过州长的同意，或是州的要申请，就直接由联邦政府直接派下去了。这个是对州政府来讲是很不尊重，因为基本上国民兵的指挥权，州长是有指挥力的，可是今天就跳过了。第二个呢，既然已经证实是陆战队员了，做准备，那陆战队是准备要开战的。第3个，现在传言也是把这个川普这个大嘴巴讲出来了，他自己说嘛，就是什么样子，这要准备要紧急进入呢这个加州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啊，所以呢要110师的空降师啊。跟806的空降师要做准备啊，是不是806？这怎么？这哪里是政报啊？这是打仗这一点就准备要打内战哪里是政报？而且我刚刚来的时候看了一个消息，不晓得是真有没有确定，是大陆新华社的记者传闻中弹，这个消息真的对，传闻中弹。但是呢，我刚才讲过说，我刚刚看的，我还没有办法来敲定，因为现在自媒体的信息太多太快了在洛杉矶吗？在洛杉矶，对。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总统是已经很明显的下令国土安全部，下令国防部，下令呢这个司法部3个部门共同要来处理这一个事情。所以看得出来，川普想展现他一个总统的 power。我在国际上要玩这一个关税的游戏啊，要展现我是一个沙皇的老大，显然没有做成。那现在呢，连这么一件事我都被你们欺负的话，那我真的是输个腾狗啊！所以非拼不可啊。可是各位知道，政治上是就像铜板一样它从来不是1+1等于2这一敲会敲出什么状况，真的很不清楚，非常很不清楚。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到底这一场仗会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真的，一下之间呢，还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不会在1-2天内顺利收场，而且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不会。同时，你以为只有加州吗？德州会不会？对，佛罗里达州会不会？这些邻近的州，还有新英格兰区会不会？可能
都对值得我们去观看、其实注意的地方。其实包括加州这个地方有很多我们台湾的移民哦，这个亚洲的移民非常多，大家都要小心安全哦，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来，请教老师。 OK，据我所知，我们在加州其实也待蛮久的啦。从在东岸读书，在西岸，我很早也在那边生活过。然后后来当然，甚至我小孩也在那边，有几个在那边出生。我觉得在那边很有趣。这个州太大，知道美国大的州没有几个。像我在纽泽西生活，那个州是非常小，在东岸。加州呢，在全世界如果把国家拆开来讲，50个州里面，它是全世界第4大经济体。它南北啊，光这个350公里，从旧金山到洛杉矶这个地方，整路其实你知道，整个都是受大家很重视。光这2个大城就已经可以这个在美国非常有这个表征之意味。所以加州的州长他是有一定的力量。可是你知道，这次他用国民兵，我先讲一下国民兵，大家都知道早期在这个文化战争，就是在 Civil War， 美国刚建国的时候结束之后，每个地方那军人没事做了，到南部去。那每个到南部去也会有那个所谓中南美洲的 Amigo 去跟他这个 attack。两边就会互争，然后就成立了民兵。那在沿途以来，就会发现每个地方都会给他一些所谓的地方保卫部队。国民兵大概就是这种概念，后来就是叫做国民卫队，号称国民兵它就是给各地的各州政府的地方的一个武装部队。可这一次呢，你很奇怪，怎么会是用这个这个好像总统来下令？当然总统有这个职权去这个要求这个国民兵去做一些这个为国家安全所做的动作。可是你知道，加州不是没有暴动过，他很多次都暴动，但是很多次这次人民有反应啊。过去都是州来派国民兵的，或者来制裁我们。像比如最近发生的那个林园购，大家都知道，这2023、2024，对不对？随便就去抢，他一样可以用国民兵制止。但是这次为什么国家的力量，这个其实跟纽森他会有一些冲突，而且大家知道。纽森这个年轻人我说从某个角度年轻嘛，不到60岁，这个总也蛮帅气，在旧金山出生的。实际上，他这一次关税战就跟川普有非常多的争议啊。那我觉得也不是杀鸡儆猴，主要是这个州太特别，这个州的非法移民的确很多。可以注意一下，移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哦。你看那个欧洲欧洲你知道有多少的国家，你知道吗？都是为了移民政策总统呢而会选到 A 或 B 的。那你就知道，不管北非黑人这个摩洛哥人或北阿拉伯人，每次都是为了这个移民政策。移民在一些比较先进国家的确是很头痛问题。你看拜登和川普刚上，拜登又上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一个南墙边境的问题？我盖你拆，我盖你拆，我用国家力量盖，德州用德州力量拆。这次呢有点类似，有点这样，他对这个还蛮重视。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谈的3B 嘛，就 Big Beautiful 的 Bill 大而美法案，其实它里面要砸的钱最主要一个是1500亿美元的军事，另外一个700就是移民呢。对，所以他对我要讲是，其实川普对移民这是非常感冒、非常重视的。是。那我们在加州读书都很清楚，我们每次坐车，有时候游览车被一拦下来，就在查这个。他其实都查Amigo墨西哥来的，他不太会查华人，他对华人是蛮肯定的。不过现在要讲的，他的重点是这一次做的太过严重，从国民兵现在连海陆都进来，海军陆战队，也就是这一次看起来他只是刚开始他还要再走下去。你刚刚看到一些集结，当然这会让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中国曾经发生在1989年所发生的6月4号发生的事情也是在最近，你知道吗？那你知道这个6四天安门事件，其实当时也是要镇压。那不管后来情况怎样，这一次呢会不会更严重，我们不敢说。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确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对现在两边冲突的确。好，我先来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刚刚李胜峰委员有提到有新华社的记者在加州的暴动中受伤。的确，新华社的记者在他的手臂上面中了一发催泪弹，摄影记者是中了一个橡皮子弹，橡皮子弹，那可能有受伤，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来。李老师，对，好，除了这个中国大陆记者之外，好像还有其他国家记者也是被这个橡胶子弹给击伤，好像是不久之前新闻，刚才有看到。我觉得因为这次关键，我觉得还是跟政治的这个怎么讲角力是有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国民兵或者国民警卫队，按照法律是总统跟州长、联邦跟州政府都有权利去做调动，但在过去通常就是州就可以做，或是州来请求。那不管如何，这个命令，这个调动的命令，最后还是需要用州的这个名义来去颁布出去。那这一次其实就是川普他就走一个捷径，他是绕到州的程序，所以让加州州长这个纽森，还有包括洛杉矶市的市长非常的恼怒，因为以川普的讲法是说这是我们的联邦这个 ICE 就是海关移民局在处理、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抓捕所谓的非法移民的时候，遭受到一些威胁，然后后来的抗议示威就起来。所以为了保护联邦官员的安全，所以我们必须要调动。而这调动所谓的国民兵、国民警卫队，因为
命令，川普的命令是2000人，但是目前部署到街头可能是数百人。他说主要的任务是为了在后面做协助啊，但是呢，很多法律专家已经有讲说，因为这里面的灰色地带很多，虽然是你是为了防护联邦这些官员。这些干员的安全，但是很可能在保护之下，你就可能动到真枪真刀去对一般的老百姓，所以这里面会有争议。那川普所引用的是美国法典第10篇这里面讲到说，带有3种情况是可以这个总统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都是很极端。美国遭受入侵、发生叛变，或是总统无法执行法律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其实并不是很知道。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刚刚讲的，这是60年以来第一次总统绕过了州。上次是1965，什么时候？金恩博士。金恩博士要这个大游行，要从这个阿拉巴马州游行到首府这个蒙哥马利。当时是为什么是3任总统直接动用到这命令？因为州长本来是说我要出动国民兵保护他们安全，但州长后来反悔，所以3任就那我就直接调动。但是距离上是60年前，我觉得后面还是跟川普跟这个民主党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意见不同，角力是直接相关。对，所以这个法令的适法性如何，现在可能都还不知道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第6代战机歼36现在正面照曝光，你看到呢？这个叫做 War Zone 它的是一个媒体军事的媒体，它就分析说，跟歼20来比较，歼36具有较大的武器舱配置。更长、更深的武器舱，甚至可以透过加挂空对空武器创造优势，加大对美军战机的威胁性。所以中国大陆解放军不断的在秀肌肉更多更新的武器。还有呢，你看到它突破了第2岛链，中国的辽宁号现踪在南鸟岛近海，一度进入了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所以你看到日本其实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其实一直在密切的注意中国大陆的这些航母那辽宁号回马枪现身在日本的南鸟岛这里呢，隐藏远洋投射潜在的战略意义，包括解放军航舰编队海上运动、补给维持能力之外，还有展示中国海军远洋投射能力这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日本的官房长官林芳正就已经提出一个抗议所谓的交涉说中国大陆它的航母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我的经济海域，所以他提出了交涉，并且他说会做好警戒日本对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呢也有回应，他说这一切都符合国际法规那这是2国之间的一些外交上面的一个攻跟防。那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兵分多路，是在警告美国吗？我们刚刚提到了突破第2岛链来到了日本的经济海域。那中国大陆刚好这么巧，就有一艘船在南海的中业岛附近搁浅。菲律宾也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中业岛就是现在菲律宾占领的地方嘛那也有一些领海上面的一些争议所以菲律宾的海军跟海岸防卫队现在高度紧张。那这个欧盟也有他的事他也跟这个菲律宾手牵手这个所谓要做一个军事连线那要干嘛？对抗中国的扩张所以很多专家都在说，南海已经变成新的冷战前线了。我们看到这是菲律宾跟欧盟，他们正式启动安全跟国防对话的机制，开启双边史上第一次制度化的国防合作。因为过去其实欧盟不太会到亚洲这个地方来现在开始越来越深入了所以有一些这个专家就说这凸显了西方围堵中国扩张策略中的关键角色，讲的是菲律宾。那菲律宾大家都会认为他在军事上其实没那么强，可是各国都要拉拢他把他抓在身边呢，一起做互相的军事的联盟跟协定日本也一样，他跟菲律宾签订了军事协定日菲互准部队登陆演训，围堵中国所以中国现在被各方来做一个围堵。可是呢，中国大陆也有好朋友包括我们可能过去一段时间觉得说他跟俄罗斯不错，他跟北韩不错，可是现在有一个文件出来了，说是密件说俄罗斯的情报高层讲这个被拦截下来说中国是敌人，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说有一份说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内部机密文件揭露了他们
对北京有很深的猜忌啊。那文件是俄国情报高层把中国视为敌人。那文件的撰写时间推测大概是2023年到2024年年初。文件说，中国情报人员正在利用矿业公司和大学研究中心作为掩护，在北极地区进行间谍活动。所以大国之间有合作，可是也有互相的防堵。来请教李老师。蜜饯蛮好吃的，蜜饯，那就是蜜饯，你把它当蜜饯就好了。所以这个是谁放的消息不知道，对吧？反正这听听吧，因为这是个国际大局，不会因为这么一个小东西会做改变的。因为今天中俄两国的关系，事实上那么深的恩怨情仇，今天变成了背靠背散布轰顶，就是美国把它促成的嘛。这个不会一个东西去做改变，导致从南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菲律宾在南海唯一的价值是因为它的地缘位置，它没有力量，但是它有地理位置。那可是另外一个地理位置蛮好的叫印尼，但是印尼呢显然没有被蛊惑起来。还有一个蛮好的叫越南，也没有被美国蛊惑起来。越南是想但不太敢，因为他所得到的那些岛屿啊，现在大陆基本上采取一种，既然你占了，我大概也不跟你计较了。但是呢，你一计较起来，事实上它也没有多大的好处可以拿。而且所谓的11段线里面，为什么变成9段线？有2段就是为了越南拿掉的啊。所以现在唯一呢上转下跳的，就剩下了这个菲律宾。菲律宾的总统的就任呢，跟他的政策会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菲律宾的少在那里玩了，就如同台湾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我们各位可以看到，假如台湾海峡被内海化了，那么所有的冲过的船只，那我就从东岸走就可以了嘛，不会影响东北亚的贸易格局。但是南海假如某种程度变成美国的加勒比海的话，那这个大家压力可就大了。对美国来讲，失去了台海不会失去它全球的战略地位，但失去了南海，它所谓全球的霸业那个海军呢，有跟没有就差不多一样了。因此，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为了美国的利益，甚至为了整个的西方的利益，会不会拿南海来跟台海做交换？我承认了台海的内海化，同时就让自由航行权在南海有更广阔的空间，会不会呢？我觉得台湾要好好深思。对，这个还是不得不防。不是，而且我认为发生的几率啊很大，已经越来越高了。那再过来呢？现在整个的这个出现了辽宁号啊，事实上辽宁号讲起来是把它翻修了一个训练船，当时界定为这个作为训练船，但是训练船的战斗力加上它的护卫啊，所谓的航母战斗群的战斗力，现在蛮强，不管是055、052啊，这些合起来的战斗力真的是蛮强的，而且它的这个怎么样子呢？它的本身的电子作战力也蛮强。那这一个的巡航的活动，2件事在第一个告诉了外部势力，尤其是告诉了日本，也美国，那什么事情？我有能力在你的背后安下我的庄子，所以大家呢不要为台海的事情，你玩你的，我们玩我们的。这种警告的意味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第二个也警告了台独，不要去期待这些人会来帮你，你要等他来，我已经在他的门口已经挡在那里了，你还要等什么呢？不要像川普等呀，他等了等不人啊，那就很难过。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请教李大中老师怎么看南海的问题？对，我觉得南海对美国来说，这几年还是透过这个菲律宾是很明显，但是目前川普跟过去4年的拜登，我觉得还是很重大不同。我们仔细看，我不是很认为说川普目前的重心会放在这个所谓的南海或是印太地区的一些结盟的这个体系的强化，这个在拜登任内是。目前川普的首要职务已经从俄乌战争的和谈带领者变成是这个关税战，尤其是美中在关税战里面的这个角力，现在是川普的唯一的重点。
所以说刚刚讲的很多，比如说这个相互准入协定，其实这都是在拜登任内所推的，比如说澳洲、菲律宾、英国，还有像是这个日本，相互准入的意思是说，两个国家的部队相互进入对方的领土里面做联合演训的时候，你人员的进出、武器弹药进出会有一些便利的方式，或者是说有一些在演习期间有一些法律的一些侵犯违背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处理，这是相互准入协定，这些都还不是川普任内所推动的。那最后我还是要提一下这个，俄罗斯会不会视中国大陆为敌人？我应该这样讲。再好的国家都会互相绑范，比如说五眼联盟，这么的盎格鲁撒克逊，会不会有一些利益的完全一致呢？我不觉得。英美是我们国际关系里面特别定义的特殊的这种关系，英国跟美国会不会互相做情报的刺探？除了分享之外，我觉得会。那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他们在外交上大概是定义的最高层级，因为中国大陆常在外交讲说。官方讲说这个结伴不结盟，但是其实基本上是一个联盟的这个态势。那我们知道这个联盟态势被中国大陆定位为是这个新时代全面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刚才李老师也特别提到，在俄乌战争之后更加的紧密跟连结。那至于会有这个新闻的跑出来，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我们看一下去年前年，当俄罗斯跟北韩领导者互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的走向是，俄罗斯跟北韩关系紧密，好像中国大陆会被摆到一边哦。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国际的一些分析角度一直都有。那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些评论跟一些分析，我不是很意外。我会认为说有潜在的隐忧，因为他们的关系的巩固是从90年代中期之后到现在，但以目前而言，我觉得没有分裂的本钱，因为是唇亡齿寒，对俄中关系而言。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来，请教老师。OK，我先讲一下，我看那个中国秀妈手这种感觉啊。中国的秀妈手，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他们的中国制造2025里面写了非常多跟科技有关的。当这个科技 support， 他们叫工业化，还有资讯化。最后呢是2化，然后3步走，25、35、45。最后讲到9大任务，10个未来领域。这里面讲到了航太，讲到军事，讲到科技、AI 等等都有。最重要的，我觉得他们是所有的东西配套互相支持。包括你军事要强，你的科技要够强，你的 AI 元素要建立进去。所以你看他们最近你看海军也很厉害，空军也很厉害。当空军它可以输出，它可以赚点钱卖出去给巴基斯坦等等，我们之前讲过歼10等等。不过那是4代机，它的5代机对不对？歼20等等的就已经够强。然后在全世界的前10大排名呢，但是它顶多排到第3、第4嘛哈。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航空最强的还是美国，可能 F-35是第一，但是。中国呢，浅的做，他就是偷在健身房一直练身体，muscle 越练越棒，一脱下来，他6代机就要展现出来。这个东西呢，让全世界都会感觉到中国怎么会所有东西都是突然的，不管是基建是一个狂魔，或所有东西都会突飞猛进。还有刚刚讲到辽宁号，它只是002嘛，001对不对？山东号002，还有003福建，还有004现在在做，3、4都是电磁弹射的。那个是更厉害，但是我们犹记得当时呢，不管是西方民主联盟跟他在角力的时候，他走过日本的京津海峡，对不对？回来的时候呢，跟他巡航舰、驱逐舰汇合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就已经宣示到台湾的东边的这所谓的有没有第2岛链，大概它就有一定的力量了。那也就是跟这边讲的，已经开始警告美国了。他现在这些所有的动作，其实我觉得在东岸的第2岛链都有警示美国说，真的发生事情，你那么远就不要来动，有这种感觉啦。当然，其实我很想讲这个所谓的国际现实面，没有真正的友和敌。中俄2个地方讲不好听，假设你有共同的女朋友想去追，2个人就会打架；但你有共同敌人，就会结合一起打。